这一次大典能准备的，李长寿都已经准备了。但是此时，李长寿的心底有2件事依然拿不定主意。其一，要不要请地府之人前来观礼，借着这一次机会让地府感受一下浩荡天威。其二，自己的真身要不要过去接受封赏。第一个问题倒是不难解决，自己此前在地府牛头那边埋了伏笔，只需要一封邀请函，1名指道人就能大概率请来地府的宾客。李长寿之所以犹豫，是不想让本来就已经有些糟乱的龙族之事更加混乱。思前想后，仔细斟酌，李长寿还是决定去请地府之人前来观礼。毕竟在南海海神教的背景中，巫也是不重要的组成部分，让地府之人现身，可以让龙族多几分联想，顺道还能打开捞取地府功德的大门。但第二个问题关系到自己身家性命，李长寿已经是纠结了2年了，始终无法下定决心。本体出去一趟，没有大法师护着，没有那只小塔罩着，毫无安全感。可是李长寿已经有预感，天庭神位降下时，自己的本体必然会被天道给锁定，到时候极易暴露根脚。而且天庭封赏，自己用化身去接，那未免会给人一种怠慢天庭之感，这与此次大典的本意又是相违背的。更何况玉帝又是一位能用自己化身暗戳戳监察众天将的存在，说不定就给他记到小本本上了。本体不去确实是不妥，出门一趟的又有风险，李长寿就不断地思索着解决之道。时间一天天的在指尖划过，总算在大典即将召开前的半个月，他一咬牙一跺脚，终于决定让本体亲自去接这个神位。为了天庭的崛起，为了3界苍生，他这一次可谓是甘冒奇险呐。李长寿自己都差点被自己感动到了。从原本的思维模式中跳出来，换一个思路，李长寿的眼前豁然开朗，一条还算不错的计策浮现在心头。以假乱真，让自己的本体扮作自己的指道人。李长寿立刻开始着手布置，启动了自己本体系指道人的集大成之作本体1号。只见李长寿抬手在书桌上一扫，桌面上多了一具2尺长的指道人。这纸人有半尺厚，其上刻画着密密麻麻的禁制符文，其内涌动着澎湃的天仙仙力。在这指道人的背后有一只小小的窗口，李长寿双手掐弄法诀，窗口缓缓打开，其内是一个被禁制包裹的中空小洞。施展化形术，化作了一只飞虫，落在这窗口之中。随后负距离操控这只指道人站起身来，化作了南海海神固定的老神仙模样。本体躲在化身中，真真假假乱仙从。随后指道人恢复成纸人，李长寿的本体又从纸人的背后飞了出来，恢复真形。他先施展缩骨法术，让自己的身形化作了南海海神指道人一般大小，又给自己穿上了一身白色的宽袖长袍。做完这些，李长寿坐在书桌后，取出了一面铜镜，开始细细地为自己易容化妆。法术能够被人看透，这般物理的易容却是不怕。本体最后呈现出的效果，便是这老神仙皮年轻时的样貌。随后李长寿又给自己戴上了一只半面甲，施展了障眼法，这才用化形术化作小虫钻回了指道人体内。不多时，李长寿的这一具带着本体的指道人自地下离开了小琼中，谁也没有惊动，悄然就混出了渡仙门的护山大阵，朝南海赶去。海神册封大典开始的前夜，李长寿的本体已经秘密抵达了南海海神教后堂，躲在指道人体内，守在通天教主的画作之下。仙石扫过，
大典之地点燃了数百堆篝火，数不清多少凡人在此地载歌载舞。还有几个时辰，各方宾客就会从四面八方而来。这般重要时刻，自己身边倒是缺了一个能够分享心情的好友。李长寿的心底微微一叹，倒也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。先忍受些许寂寞吧，今后自会有大把的岁月逍遥。好你个海神！毫无征兆的一声满是幽怨的笑骂声在后堂之外传来。李长寿一愣，还没有来得及站起身，一位蓄着胡须的魁梧男人直接跳进了后堂，风风火火地向前走来，威风八面地叉腰昂首，笑骂道：说，海神，你是不是不把我赵公明当朋友啊？请了这么多我截教的仙人前来观礼，唯独却独漏了咱。信不信我今天就躺在你这海神庙里就不起来了？哎呦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李长寿看着眼前这位大爷，心底一阵哭笑不得。早就想到了赵公明大爷会克服一切困难前来凑热闹，却依然抱着那一份侥幸之心，觉得自己没邀请赵大爷也可能会顾及面皮，从而就那啥，对吧？甚至李长寿也稍微的算计了一下，在数十个截教仙人说要来凑热闹时，李长寿就想到消息有可能会传入到赵大爷的耳中，故意不邀请也是他想着给两个人的老铁情降降温。没想到赵大爷把这份交情看得竟是如此之重，不请自来。这个大爷啊，那个前辈您坐。李长寿叹道：这可不是独漏了前辈您呐，主要是这并非是什么大事。前辈身为截教外门大弟子，晚辈岂能因为这般庆典之事就劳烦前辈您现身？如此那不是轻慢了前辈吗？赵公明眨眨眼，抚着胡须笑问了一句：是这么个道理？自然是的。对于晚辈而言，前辈的分量是相当之重啊。赵公明笑着摇摇头。你这张嘴呀，当真是有修行的。还好没被说成是开过光的。言罢，赵公明就被李长寿请着坐在了侧旁的圈椅上，立刻有壮汉从旁边跑过来奉茶，这也算是他们海神教的特色。老弟啊，你这庆典是做甚的？赵公明端着茶杯问了一句，先是扫过南海海滨，看到了那汇聚的人群。这般庆典还要请三教仙人前来观礼，怕是不简单哦。李长寿的心底略微有些警惕，赵大爷今天怎么有些反常呢？这一点都能想到，不像是武财神的性子呀。李长寿笑道：这个还请晚辈卖个关子，今日确实是有些事与晚辈一直在谋划之事有关，所以想请三教仙人前来观礼，借此增加此事的分量，对龙族影响深一些。话音一转，李长寿苦笑着摇摇头：前辈您一来，怕是要吓到龙族了。这个赵公明顿时有些纠结，小声道：要不我再偷偷回去？哪有现身了还走的道理？有前辈今日在此，我心底倒是安稳了许多，也不怕有宵小前来为祸了。赵公明闻言挺直了腰杆：宝剑，今日我看谁敢来砸你的场子。但是话语一转，赵公明正色道：老弟，你一口一个前辈喊着，这未免显得太生分了。前辈，这个也罢，那晚辈就厚着面皮喊一声赵老哥了。海神老弟，
这三教仙人呐，最对我胃口的便是老弟你。这好家伙，李长寿觉得再说下去是不是要拉着他一结金兰了？还好李长寿最擅长的几件事之一便是岔开话题。他问起赵公明近况，问是否有西方高手为难，又将话题引到了书法之上。赵公明顿时来了兴致，与李长寿约定比一比书法之事。两个人架起桌子，铺开布帛，一书大气磅礴，一书行云流水。一时海神庙后堂中响起了愉悦的笑声，倒也是真的有几分忘年之己的味道。赵公明突然笑道：哟，黄龙师兄竟然也来了。他话音刚落，夜幕中划过了一束土黄流光，一道高瘦的身影已经是落在了门前，身着淡黄长袍，头束倒簪，虽然有老态，但是却不显皱纹，也算是童颜鹤发。李长寿笑道：有关龙族之事，自然是要知会黄龙前辈一声。不错，你这般考虑也妥当。赵公明笑着回了一句，向前出迎，倒是比李长寿还像主人家。李长寿暗自松了一口气，还好赵大爷没有躺下质问自己，你请了他为啥没请咱呢？你是不是瞧不起我赵某某？那个画面想想就令寿头大呀。黄龙真人一到，这后堂之中顿时更热闹了。然而只是过了片刻，一朵白云自东南方向而来，其上满是乌压压的人群，细数竟然有60-70人。最前方的6位仙人，李长寿只认识其中3位，一位是秦丸秦天君，一位是上次来过的金光圣母，还有一位是在龙宫见过的10天君之百里白天君，还有一位女仙，身段纤秀苗条，身着火红长裙，若所料不错，应该就是敖乙提到过的火灵圣母。截教众仙当真这么闲的吗？还是金鳌岛的风俗就是蹭饭一呼百应，结账恕不从命？李长寿的嘴角略微抽搐了一下，立刻露出了真挚的笑容，向前走出2步，驾云外出迎接。赵公明清了清嗓子，也迈步到了后堂之前，负手而立，嘴角露出了淡淡的笑意。黄龙真人一见此状，略作思索，转身去了后堂角落，拿出了一面玉符，对着玉符低声说了几句什么。李长寿一直关注着这边，但也只是隐隐听到师弟你多喊来几个，截教这边来了不少。对，不能弱了咱们玉虚宫威仪。好，尽快。李长寿一阵无语，这个都要比？三教源流大会也就算了，那毕竟是3教盛世，产节双方互不相让，都想压着对方一头，那是情理之中。可今天只是我一个香火神教搞庆典，两边来大波的仙人，这合适吗？这里的波是指的是量词啊，不是形容词。李长寿心底一叹，事已至此，只能够连忙招呼各位截教仙人落入海神庙中。一见赵公明，截教仙人们精神一振，连忙向前见礼，场面顿时是热闹非凡。李长寿还特意观察了一下金光圣母，发现这位少女心萌仙，看赵大爷的双眼那都是那般的明亮。只不过这位金光圣母并未多表示什么，只是脆生生地喊了一句赵师兄，然后就跟着自己大哥秦丸去了一旁入座。李长寿外出招呼一声，立刻有一群大汉搬来座椅，送来香茗。虽然众截教仙人都不知道今天是怎么一回事，但是看到李长寿之后，都是一句恭喜恭喜啊。李长寿无奈之下，也只能回几句同喜同喜。不多时，一身熊皮大衣的熊寨村长海神教大长老匆匆而来，低声道：大人，刚才老三用传言玉符禀告，说寨子里去了一队兵马，浑身阴气森森的，带头的还有几个感觉跟我们寨子有些渊源的强人。有多强？
熊老三说感觉很强。李长寿略微闭眼，躲藏在熊寨之下的指道人已经是用仙识看到了那一彪人马。最先一人李长寿倒也认得，那不就是脱了头套的地府牛头吗？啊，那是地府来人，你们祖上的一支。李长寿笑道，他们果然去了你们的寨子，按我之前叮嘱的，让老三给他们指路，尽快带来安水城中。再有2个时辰日出，大典就要开始了。哎，好，我这就去。老村长答应一声，立刻就要赶去传信。李长寿又将他给喊住。李长寿略微斟酌，言道：今天来的贵客有些多，大典还是要热闹一些比较好。之前去掉的那些歌舞都安排上，从日出排满到正午。是。这黑熊精一般的老村长匆匆而去。李长寿倒是不得清闲，继续去招呼宾客了。这一次跟龙宫敖乙大婚时不同，这里是他的主场，怎么也不能怠慢了这些贵客。虽然很多都是不请自来的说。1个时辰后，又有一批20余名阐教仙人自西北方向驾云而来。这一路应是风驰电掣，让几位修为稍低的玉虚宫天仙境门人长发都被吹得有些凌乱了。